在1840年左右，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一场战争。中国和英国打仗啦，他们打仗了。我们也可以说，英国和中国发生了一场战争。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是吧？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会有战争呢？中国和英国为什么打仗呢？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中国这个事情很重要。所有在学校的学生都要学习。今天我和你说一下我小时候学到了什么。小时候我学到的关于这个战争的事情。这是在中国学到的，在中国，是吧？但是每个国家看一个历史事件，大家看的都不一样，看到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从这个角度，这个角度。那我说说中国的角度，中国记录的事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战争，我们说一个战争有起因就是发起这个战争的原因。为什么会有战争呢？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再说说过程这中间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最后我们再说说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什么？打完仗了，那发生什么了？结果。好，那这个战争的起因呢？因为战争发生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战争呢？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就是清朝。清朝的后面的一段时间，清朝的后期，后面的时期，后面的一些时间，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中国是很闭关锁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哦，闭关锁国。闭关锁国的意思就是国家把自己关起来了，不让别人进来，别人不可以进来，这是闭关，关闭起来了，关起来了。那锁国呢？锁就是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门上，如果门有锁，门不能打开，门不能开，那这是锁。锁国就是把国家锁起来了，别的人，别的国家不能进来。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最后的朝代是清朝。在清朝的后面的时期，中国是一个很闭关锁国的国家，闭关锁国，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中国会对外面的国家对外卖东西，所以中国会卖东西给别的国家。那当时中国卖很多东西给英国，中国卖茶叶，喝的茶，里面的是茶叶，卖茶叶，卖丝绸，丝绸是做衣服，和做纺织品用的东西。
做衣服和纺织品用的东西。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布，一种布。那你看，这个不是很好的布，这不是很高级的布，但是中国的丝绸是非常高级的布，很高级的布料，很高级的布。那中国卖很多茶叶、丝绸和瓷器。瓷器是一种东西，它不是玻璃，不是塑料，不是纸，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种中国自己有的一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叫瓷器，用瓷做出来的东西。那中国卖很多茶叶、瓷器、丝绸到英国，英国人非常的喜欢，所以他们也买很多，他们买大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那这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贸易逆差。中国卖很多东西给英国，然后英国卖给中国的东西，大家不买，中国人不买，中国人不要，所以英国不能卖给中国人很多东西，因为大家都不要，这就导致了不平衡。看不平衡是吧？因为中国卖很多东西给英国人，英国人不能卖很多东西给中国人，所以这是贸易就是在国际上的买卖，国际上的，那是世界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买和卖，买东西和卖东西，这叫贸易，这是一个高级的词。贸易逆差就是在这次的中国的贸易逆差上，是中国卖很多，但是中国买很少。这是卖出去很多东西，买回来很少的东西，所以呢，这就导致了贸易逆差。这个逆就是反了的意思。那英国人不高兴了呀，我这个不能卖给中国，这个中国人也不买，怎么办呢？那中国人卖给我们那么多东西，我们卖的东西中国人都不要怎么办？然后英国人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发现了一样东西在中国能卖得很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这个是鸦片。鸦片是一种毒品，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经常用这个东西，你的身体会上瘾，那就是你必须用这种东西，不用的话，你就不舒服了，你就不好了。那这是上瘾了，你上瘾了。那这是一种对身体很不好的毒品，对身体非常不好。那它会让人上瘾。然后当然大家用了鸦片是抽的，像抽烟一样我抽鸦片。用了鸦片以后，身体会有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是很短的时间，是非常的舒服，超级的舒服。那我们说这是快感，
有快感，快乐的感觉，超级高兴，超级快乐，超级舒服。所以大家会上瘾呀，大家会觉得啊，这么舒服，我要天天都用，天天都抽。那这让人上瘾，但是这个快感会没的，会没有。有这个好的感觉，但很快就会没有这种好的感觉了。那是什么感觉呢？那就是很累，很累，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了，不想工作，我不想学习，都不想做。那这是非常的累，非常的没有精神，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做，没有精神啦。所以，这样英国就卖很多很多的鸦片给中国，然后呢，中国人也愿意买很多的鸦片，但是鸦片是毒品啊。毒品，英国不能正常的卖给中国，所以他们说这个叫走私。走私，走私就是悄悄的、偷偷的卖到中国，偷偷的卖到中国不能够正常的卖他们要偷偷的卖，因为这个不合法，不合法就是法律不允许，中国当时的法律不允许，现在也不允许，中国的法律不允许呀，这是毒品，不可以呀，不可以。所以我们说这个叫走私，走私，走私，私是私人、个人、一个人的意思，还有隐私，隐私也是一个人的秘密，一个人的秘密。所以走私这个词就是悄悄的卖东西，悄悄的卖那我们说英国走私大量的鸦片进到中国，他们把很多鸦片悄悄地运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卖给中国人，卖给中国人，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钱，赚到钱，是吧？因为我说了，在中国中国卖很多东西到英国，那这导致了不平衡的买卖，这个叫贸易逆差，贸易的逆差。反了，卖的东西不是一样多，中国卖的很多，买的很少，那英国就想出了办法，那他们就卖很多鸦片给中国，这样就平衡了，平衡了，那英国卖的和中国卖给英国的一样多了，一样多了。好，那当然中国也禁止买卖鸦片，禁止不让中国人抽鸦片，不让。但是呢，中国的清朝他们禁烟，这个烟就是大烟，大烟就是平常口语里说的鸦片，所以禁烟也持续了很长时间，持续了大概有100年，最后终于有一个中国的官员在清朝时1983年的时候出来一个很棒的官员，中国的官儿，这个官儿就是在政府工作的人，是吧？给清朝政府工作的人，那这个官叫林则徐，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官员是正式的说法，官是口语里的说法，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林则徐这个官他在中国的广东省的一个地方，当时叫虎门这个地方，在虎门这个地方，他把能找到的鸦片
都聚集在一起，都放在一起。他找到了所有的鸦片，大部分的鸦片，然后他把鸦片放在一起，然后销毁了所有的鸦片。那这个销毁就是把所有的鸦片都弄没了，都让他们都没了，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要鸦片。他把鸦片销毁了，就是把这个东西都弄没了，都没了。这件事情叫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叫虎门销烟。这个虎门就是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林则徐这个官员，他把所有的大烟、鸦片都销毁了。那这件事情就成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导火索是让这个战争发生了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看，这是导火索。那他让这个战争，如果这个战争是炸弹，啪，爆炸了，有导火索，所以这个战争啪爆发了。那当然战争发生了，是吧？打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当然中国是很落后的，当时中国是非常落后的，中国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和英国比，当时英国是工业很发达的国家，工业发达就是他们有了一次的工业革命。什么是工业革命呢？以前大家都是用手用身体干活，工业革命呢就是不用身体，人不用身体干活了，可以用机器用机器干活，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机器做。所以当时英国有一次工业革命，有了工业革命呢，所有的事情就非常的先进，那很先进，他们有很多的机器，好的机器。比如说当时在英国就有很好的军舰是一种船，一种打仗用的船，那在这个船上就会有大炮可以啪打人，打东西，是吧？那中国当时非常的落后，中国的这些军舰也可以叫战舰，因为是战争用的军舰就是打仗的船。所以呢，中国的这些军舰非常的落后，但是英国的军舰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好。当然，那这样就是很自然的结果，很自然的，你能想到中国输了，英国打赢了中国，因为中国很落后，英国很先进，当然英国就把中国打败了，是吧？打败了以后发生了什么呢？那这个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战争的结果就是中国和英国写了一个条约就是我们输了，中国输了，那我们决定允许你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条约，那是写下来的大家商量，商量了以后写下来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中国决定把香港给英国，把香港给英国100年，可能是100年。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条约，我们把这个叫条约。签了很多的不平等的条约，这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把香港这个地方给英国了，租给他们100年，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是不是？那后来1997年的时候，英国才回到中国，那应该这是多长时间？这是1842年到1997年，这是不是150年左右啊？150年，还是很长的时间的。所以那这中国就签订了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是不公平的一些决定，不公平的决定，让英国以后可以经常来中国卖东西，你可以在这里卖东西，也可以在这里卖东西，然后也让英国可以管自己的国民，如果是英国人在中国做错了事情，那英国政府来管，中国不能管，中国不可以处罚，所以这最后战争的结果就是签订了这些条约。这就是这个历史事件，叫做鸦片战争，因为鸦片这个毒品导致的一场战争，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你有听说过吗？你的国家里学到过这个历史吗？不知道这个历史在别的国家是怎么说的？我挺好奇的，我还是挺好奇的。